如果你有运动习惯，在开始运动前，通常都会做一些暖身运动。我们在做暖身运动的主要目的，就是为了要减少运动伤害。而最有效能减少运动伤害，还能提升运动表现的暖身运动，就是动态拉筋了。本节目由 HOAN 举重床独家赞助播出。HOAN 举重床与你一起预约更好的明天。大家好，我是 Josie。一般我们常见的暖身运动有这样、还有这样等等的。但其实经过研究，最好的暖身运动就是动态拉筋。在动态拉筋的时候，我们的肌肉会因为突然被拉长而引起牵张反射。牵张反射就是肌肉和肌腱在突然被拉紧的时候，为了保护身体不受伤，肌肉会反射性的收缩，增加它的张力。而适当的提高张力，就能起到很好的保护效果，还能提高运动表现。一个优秀的动态拉筋要同时具备多关节、多肌肉、多平面的动作。在肌肉拉到最紧的时候，不做停留，马上回来，让肌肉在最长和最短的距离之间连续变化。要注意，动态拉筋不是弹正式拉筋哦。弹正式拉筋是拉到底之后，在最紧的地方弹跳震动。这个拉筋方法对肌腱的压力比较大，不适合所有人。那这部影片，我想跟你分享，用筋膜线的概念结合动态拉筋，帮你在运动前有效暖身，避免运动伤害。第一个动作，侧线拉伸。一开始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双手叉腰，脚趾朝前。左脚往前跨过右脚，屁股往右边推，重心移到左脚，注意身体不要前后倾斜。这个动作可以先活动下半身的阔筋膜张肌。5次之后，进入到 Part 2。在 Part 1的动作基础上，加上右手往左上方延伸的动作，这时你会感到侧腹紧紧的。在快拉到最紧的时候，动作可以放慢，手指朝尾出力，把右手中指用力的指向左上方。这边要注意的是，手是用力的往上伸直，不是往上甩，以免肌肉刹车不及变成拉伤哦。第二个看起来简单的动作，可以拉伸到腰方肌、腹内外斜肌、热肩肌和阔背肌，还有我们的腰部筋膜，是一个效益很高的拉伸动作。拉5次之后，就可以进到 Part 3。在 Part 2的基础上，我们再增加左手的动作，把左手中指往右下方延伸，上半身会因为手的帮助产生旋转跟侧弯的动作。这么一来，就让这个动作能带到更多关节跟平面，而且透过 Part 1和 Part 2的启动动作，能让身体提前熟悉，避免直接进入 Part 3的时候出现代偿。要特别注意，动态拉筋的动作重要的是深度，而不是速度，别操之过急哦。反复15次以上就可以换边，再从 Part 1开始重播吧。第二个动作，前后侧筋膜伸展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右脚往前踏，左脚垫脚尖，像在走路一样。左脚不动，右脚往后退，左脚脚趾往上勾，右脚再往前踏，用身体去带动就好，不要跨太大步。重复这个动作5次，接着进入 Part 2。在 Part 1的动作基础上，加上髋的动作。当右脚往后跨的时候，屁股顺势往后推，你会感觉到左腿的后侧会被拉紧。这时候别忘记要把脚趾往上勾。右脚往前跨的时候，屁股往前推，左脚大拇指踩紧，会拉到一点大腿前侧。反复5次之后，进入 Part 3。在 Part 2的动作基础上，加上手的动作。当右脚往后的时候，屁股往后推，手往后甩，左脚会自动被带到勾起的姿势。在拉到最紧的角度不停留，右脚直接往前，屁股跟着往前，然后手画一个大圆，肚子收紧，中指往上延伸，像在伸懒腰一样。伸到最紧的地方不停留，右脚回来，屁股往后推，手往后，反复15次。这动作要注意，过程是用手来驱动，练习几次就能抓到感觉咯。这动作可以伸展到筋膜线中的浅前线和浅背线，尤其适合需要用到大量脚力的运动。而且垫脚尖、臀往前推的动作也可以很好的预热脚踝和臀肌的连接。反复15次以上就可以换边，再从 Part 1开始重播吧。第
第3个动作，开脚螺旋筋膜拉伸。一开始手叉腰，脚站1.5倍的肩宽，脊椎保持挺直，膝盖微弯，屁股往后推。这动作要拉到大腿后侧，拉到最紧的地方不停留，就回到原位，反复5次，进入 Part 2。在 Part 1的动作基础上，加上身体旋转的动作，当屁股往后推的时候，转动肩膀，想象要把你的胸口往右脚的膝盖靠，回来，再把胸口往左边的膝盖靠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脊椎要尽量打直。如果很容易弯到脊椎的话，表示髋关节的控制能力不太好，要多练习几次。左右来回算1次，总共做5下，之后进入 Part 3。在 Part 2的动作基础上，加入手的动作，用手带动身体，增加旋转幅度。右手碰到左脚踝的同时，左手往天花板延伸，拉到最紧的地方不停留，回到原位。换左手碰到右脚踝，右手往天花板延伸，不间断的反复15次以上。如果你的手在碰到脚踝之前就会弯腰的话，可以先降低难度，练习碰到小腿就好。这动作可以活动到大小腿后侧跟臀部的矢状面，加上身体与手旋转的动作，拉伸螺旋筋膜线，可以顺便增加胸椎旋转的活动度，就可以达到多关节多平面的暖身动作。平时如果会久坐的人，可以做30分钟起来，用这个动作活动一下，能有效打断循环不良造成的身体伤害哦。这里要特别注意，髋关节活动度有问题的人在做臀推时，很容易不小心就变成弯腰。记得要先练习到脊椎能保持挺直，用髋关节往后推的方式来完成旋转动作哦。第4个动作，大腿内收肌拉伸。双脚打开2倍肩宽，脚趾尽量朝前，双手叉腰，脊椎保持挺直。右边屁股往右边推一下，一边推一边往右侧深蹲，膝盖对准2、3指，左脚的脚趾在你的身体往右移的时候不要翘起来，尽量平贴地板。这样蹲下去就会感觉到左脚的内收肌有被拉到。当蹲到最紧的时候，不停留，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同一个方向做5次之后，就可以进到 Part 2。在 Part 1的动作基础上，加入手的动作，用手带动身体往右边推的话，就是右手往左上方延伸，延伸出去的时候，屁股再顺势往右边多推一点，拉到最紧的时候不停留，回到原位。总共做5下之后进入 Part 3。在 Part 2的动作基础上，再加入左手往右延伸的动作。当右手往左上方延伸，左手往右边拉伸，这个动作可以带动身体的旋转，除了能拉到左脚的内收肌，也可以顺便拉伸到右侧的筋膜线。这动作最优秀的地方是它可以精准的拉伸到大腿内收肌群，还能顺便训练脚的负重能力，特别适合平时爱翘脚或是 X 型腿的人。因为这些人的内收肌群都会特别紧，脚也普遍力量不够，所以可以透过这个动作一边拉筋一边训练，是效益非常高的运动哦。第5个动作，手臂前后线伸展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我安排比较静态的动作，让身体稍微缓和一下。我们先把双手交叉往前伸直。想象有人把你往前拉，当往前拉的力量传到背后的时候，顺势把头埋到双手中间，胸椎往后推到最紧的地方不停留。接着把手往身体两侧水平打开，2只手呈现90度，深吸一口气，再来吐气，手往前延伸，重复这个动作15次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注意我们拉的重点是胸椎，不是腰，所以不可以拱腰哦。手往前伸的时候，动胸口就好，腰不要动到。这动作也可以拉到手臂的前后筋膜线，你也可以试着每次往前伸的时候，把手交叉的顺序交换一下，这样2只手的筋膜线都可以均匀的被拉开。上面这5个动态拉筋的运动都是优秀的暖身运动，
符合多关节、多角度、多平面的热身原则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依据不同类型的运动来设计更符合自己需求的暖身动作。那我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：一、动态拉筋要让肌肉伸展到最长，然后马上回来，不要跟弹正式拉筋搞错。二、动态拉筋的动作比起重复的次数，做得扎实更重要。只要做到有点微传，感觉到身体热起来，那个剂量就是比较适合你的哦。三、动态拉筋除了可以用来暖身之外，久坐久站的人也可以随时动态拉筋一下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肌肉不要这么紧绷僵硬。其实会造成肌肉紧绷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肌肉不知道怎么在拉长的时候出力，而大脑为了保护肌肉，就会一直释放讯号，叫它缩紧，保护好自己。动态拉筋可以让肌肉练习在拉长的时候保持张力，只要让大脑觉得肌肉安全了，这条肌肉才会恢复到原本该有的弹性。最后我想考考大家，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牵张反射的能力会出现问题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答案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